对，哎，Kevin，你要不来介绍一下你？就是他这个英文名怎么读？是 Jenny 吗？对啊，就是 Jenny 啊，就是可能我遇到不太熟悉我就那一次遇到一个算是小变态吧，确实就是还得有。我当时都没有反应过来，就是那个人说主播你做这个动作做那个动作，然后和我们的话题根本就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在想他在说什么呀？我就以为我没有理解嘛，但其实后面那个主播跟我说，这个人就是变态，想看你做不同的动作，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你把那个人踢了就可以了。不过目前还没有遇到哈，对，就是再就是之前嘛，有一些就是有些负评嘛，就比如说那种就是哎呀，你们这开头讲的挺好的，后来就开始聊变味儿了啊，然后你们不要再聊了，对，然后我就觉得有2种方法来回他，第一种的话还是安抚啊，我们以后继续努力，继续改，但是看到有的博主嘛，你不喜欢看给我滚。你不喜欢看就别看了，给我出去。其实好像都对啊，对吧？我觉得看你们频道的，应该这种人会少很多，因为大家都是在灵性层面上会比较高一点，或者说本身进来听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他不是来找人骂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会少很多。对，会少很多，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也都是小白嘛。这个也只是普通人，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对吧？然后他们就说：“哎，你这主持人太多嘴了，不想听到废话太多了。”好，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100条评论嘛，98条鼓励的，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个问题，可能就感谢一下就忘掉了。但是呢，有2个比较鲜明的那种就是负评，然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大脑会有那种大脑病毒，就会总是去想它。然后或者心里面就是反正有时候可能有点那个难受吧，对，就是你看到一条负面的，或者是尤其是我这种频道没有几条评论，然后你还看到一条负面的，你就会想着这个负面可能是你这个内容的所有的全部，或者说其他人就想的特别多，会不会其他人也这样想啊，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有的时候你做视频的时候就会时不时的跳出来这一条负面的。我觉得如果觉得坚定要走这条路的话，这个负面的评论是一个必经之路，就是最后还是会释然的。对，这是一定要经历的过程。对，我的频道我跟你聊一下，其实我从大概我从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上传，然后一开始本来想搞一些科技嘛，然后搞英文的，然后我看你我看了，就是你一开始是介绍自己的主页面，还是介绍自己的？而且和我挺像的，其实一开始我搞的也是其他的。我看到你英文的视频好像那个观看量还高很多啊，很多老外都看。然后因为当时是有针对的嘛，就是我也有针对的那个论坛去投放。我当时做的几个就是教人家怎么画 cube， 怎么画正方体，然后我就是专门投放了那个画画的初学者的一个频道，所以就是有那个论坛的很多人会过来看。这样子呀，对。而且我觉得一般就是华人女性如果做那个 YouTuber 的话，尤其是英文的那种，就是很多老外观众都特别喜欢。然后我只能说，就我这个风格还比较对他们的口味吧。对啊。然后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做中文的呢？就是因为还是就是毕竟那个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嘛，然后聊着聊着就会聊很多。当然我后面我会考虑邀请老外进来去做英文的节目，但是做英文因为我毕竟英语也不是特别流利，然后后面剪的时候就有点费劲儿，就会把一些啰啰嗦嗦的那些话给剪掉。但是我也想那个尝试一下。对，好，后来我再接着说嘛，就是后来我从21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但是就是那个当时是不是说那个油管你要获利的话，就是你要有1000位订阅，然后要有4000个小时的播放量嘛。我那个视频拉的时间太长了，我真正回来做的时候也就这2个月的事情，就它是每12个月就刷新嘛，所以之前的都不会算。对，所以我这个视频，我这个频道已经有5、6年了。我最早
可能比你2021年做的还早一点了，然后当中停过又回来做的是那个命理方面，因为我当时在学算命，所以我就做那个命理频道，后来又停了之后我去做那个儿童频道，是另外一个频道，去年做的儿童频道，但是我发觉，对，我就做的太吃力了，而且我觉得真正我能静下心来就一直做的，我愿意去做的，就是我一边就像 Kevin 一样的成天看那些心灵书吧，就喜欢看那些，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看那方面的书，然后就一个方面提升自己，然后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是我最想走的，就能哪怕就是盈利方面可能差一点，但是我就是能一直走的一条路。对，包括就是对，包括就是前几天我去做了一个类似催眠的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吧。等一下我去拿一下那个笔记本，我上面记录了一些东西。哇，哎，Kevin你也来，你咋不说话呀？啊，你们先聊呗，我不插嘴，没事儿。对，我看你们聊的挺好的。对，你是我第一位就是认识的加拿大的华人观众，对，而且就反正在网上很多博主介绍加拿大嘛，然后就是反正也一直都就是比较期待能够去加拿大去旅游啊。加拿大华人好像还挺多的，不过反正最近也不太好了，我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样，就是经济啊什么受美国影响特别厉害，反正就生活质量肯定是下降啊，然后包括就业方面也比较紧，反正就是和国内应该是差不多的，国内好像也是经济不太好，反正全球应该都是这样，除了美国。我觉得经济不好的时代就是那种像我们聊的这些灵性啊、玄学啊，还有命理的呀，这些话题它就会火。所以说就是不同时代就有不同时代的机遇嘛。这个像有的时代流行有的年代流行下海，有的年代流行考公上岸，对吧？这个如果是说能够把握好一个机遇的话，像我觉得你说的玄学非常好。然后我也看到你做的那些视频啊，真的是特别努力，因为出镜的话真的是对我来说很难的，因为前面你得那个打副稿，也得准备，然后后期得剪辑，有时候可能就是聊个30分钟，最后剪的只剩下13分钟了。然后反正而且你还做了很多短视频，我看了我觉得真的是那个非常好，而且都是出镜的，那后面字幕啊，还有它那个音质，风景都挺好的，对。喂，喂，怎么信号不好？我能听到。啊，就是去年嘛，我再忍不住回顾一下我之前做那个 YouTube 的心路历程嘛，就是，就后来做了很多嘛，就是1000的那个订阅的话，那个好弄，就是让我所有的那个亲朋好友都订阅我，然后后面通过短视频，有时候拍一些风景的呀，然后很容易就而且跟的比较勤嘛，短视频，反正那个订阅量会涨很多的。后面他要求有那个，就是那个4000小时的播放量嘛，尤其是他是说在12个月内的，那个相当的难，因为之前做的那些火的视频，他如果是说在12个月之前，那他就会滚动嘛，最后就会给他归零掉。后来我在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基本上每天一更，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算是全职做 YouTube，然后就是有一个间隔期，有点时间比较多嘛。我也试了很多种不同类型的那个视频，比如说就是有的一些对话的呀，采访一些跟一些外国人聊天的呀，然后也有那个自己就是出镜聊的呀，然后后来就是试来试去，我就发现那个做音乐视频，当然音乐其实它跟玄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很多那些经典的一些老歌嘛，我很喜欢，而且它那个就是一做的话很容易，就是前2-3天就达到有几千次的观看，而且完播率也挺高的，然后最后很快大概2-3个月吧，我就达到了那个1000小时4000小时的那个播放量，然后就申请了那个油管的 YPP，但是后面呢，就是
就是他那个音乐它是有版权的嘛，就是大部分他并不能够获利，他只是给你计算那个观看时长，然后但是他所有的那个收入会到他那个艺术家那里。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哎，那如果是说想能够实现一点获利的话，那怎么办呢？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就是我之前有位老朋友嘛，他就跟我介绍了凯文，他之前不断的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刘慈欣的大佬，他简直就是外星人，说的就是凯文。后来我们就开始来聊有一些就凯文他推荐的那个太傻天书那个话题，然后后来做着就是其实前几期聊，现在看来也不是很火的呢，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如果是说要新开一个那个专题的话，你得做6期，然后最后肯定是会火的，然后一火了之后，它就会带动整个系列包括其他的，那个早先的视频都得火起来。就后来就邀请了凯文，我们就这么聊着，然后后来就大概涨到了有9000多吧。后来又有幸邀请了 Leo， 然后那半个月几乎是暴涨。不过后来我也尝试了，就是也邀请了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朋友嘛，不过就目前都没有像 Leo、Kevin 那么就是播放量那么高。后来我反思一下那个原因，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有点像《还珠格格》，你演了第1部、第2部之后，然后第3部换演员了嘛。所以说，那天然的，就算是黄晓明来演第3部，但是他还是会对于就是那个观众的话，他对一个新的演员他的那个接受程度会有一点那个低。然后第二的话呢，因为我只邀请了他们做了两期，3期，但是前面说到了，只有是说做到6期的话，那才会开始有那个就是前后的一个连锁反应。目前为止就是跟 Kevin 和 Neil 聊的比较多，然后我也其实也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珍妮还在吗？我怎么感觉像听不到了似的？不是掉线了吗？我觉得是。珍妮可能没有带那个麦克风吧？他说刚才去拿什么东西是吧？刚才去拿一个笔记本啊，对，他去找他的那个笔记，他还没回来。对，那咱先聊呗。哎，你们是不是可以去再联名什么那种的？就是到时候都体现出来。啊，什么叫联名？就是到时候在你的底下评论区啊，或者标题什么的，你可以把他的那个就是可以直接点吧，应该是可以点到他的主页上。对对，然后这样他的粉丝很多会来看到你的粉丝也可以看到他的嘛，是这样。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很有意义的，就可以快速的打通，就是不同频道之间的这些粉丝的一个浏览量，然后至少让他们知道有你这个频道嘛，先。因为我看他们就是好多的社交媒体都有这种联名的方式，互相涨粉嘛，这样。这样可以比较快，我觉得。因为我感觉就还是很多人没有刷到你，知道吧？就没看过你的视频，就不像你就像我看老高他们那种，就他们那种就是哎呀，没法说，就是包括江户姐也是，我感觉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你。就是反正慢慢来吧，他这个东西也会看到类似的内容，会去相关的会推荐嘛，对吧？它都有这个机制。对，我虽然很多不知道我，但是就是最近那几期很多都是就是江湖姐的那个观众看到他的那个末尾嘛，然后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的频道。哦，对，就是平台机制。那你能不能去江湖姐那底下就留些言啊之类的，可不可以呢？他会给你删掉吗？那不会的。如果是说我不断的去死皮赖脸，哎呀，来我的频道看吧，来我的频道看吧。我也像谁谁谁，那可能有可能有的博主会删掉，但是如果我只是就是先来就是给他表现肯定，对，你说的这个我太有认同感了。然后在最后一句话，哎，我也有一个频道，或者其实说不说都无所谓，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些留言比较多的评论，对，哎，这是何方神圣？对，我觉得这样是不是能引一些流量？因为我看好多人在你频道底下留言嘛，然后一看发的特别多那种的，就是打广告的，然后会下面说，也让大家来看看我的频道之类的，就是，反正有一位老外是有一位那个在比利时的一位俄罗斯的一位大爷，
他有时候他是直接用那个 AI， 然后给他翻译成中文的，然后他会推他的那个频道。但是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做的是那个类似于旅游系列的嘛，旅游和音乐，然后后来就是结果那些观众的话，就是包括那些博主，因为我现在转灵性的话，他们我就看到他们其实有时候只是客气，然后跟我来留言，但是实际上他们其实可能还是对他们原来的那些话题比较感兴趣。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慢慢的，如果能够遇到更多像Jenny这样子的，或者说就跟 Jenny 多做几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对，他那边在加拿大正好上午9点半，然后你这边是国内下午9点半，我9点半，我现在是下午2点半3点，对。我们3个时间。对，基本上一天的那个上午、下午、晚上都占据了。哎，对，那天Kevin，我们聊到国内凌晨5点钟，然后那你第二天就是精神状态什么的还有没有影响？还好吧，我这睡的时间长，我都下午2点才起来。对，因为我有时候总是就是不忍心，就是搞得太晚，因为觉得还是你的身体很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5点也就是极限了，基本上不能再晚了。就我有时候如果是熬夜啊，就是熬到凌晨3、4点，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脸上有很多那种死皮，就是那个皮肤的话，就是有一些那种都裂开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在那个嘴唇人中那旁边，就是胡子男生长胡子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就是鼻子鼻翼旁边，就这几个部位会有一些。喂，听到说话吗？哎，能听到。我们刚刚在我前面一直在，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声音没有了，然后我就在拼命的说话，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打字，然后就在那里在那里调这个东西。我看你也没有调静音呢，那它怎么能没有声音呢？我就感觉你突然，我不知道，应该是我的那个 Scarlett 那个叫什么音响那个东西它自己关了，好像是，然后我就按了一下，它又回来了。对，那肯定就是那个麦克风，你是蓝牙麦克风吧？对，我就感觉怎么拿这个东西拿了这么久。不是，我本来就回来了，然后我听那个 Ken 说了一大堆了，我都听到了，但是我就是想说话的时候，我发觉 Ken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然后我就一直在听他说，说完之后 Ken 停下来了，我就发觉我说话你们都听不到。好吧，这个发生了灵异事件。然后我就在疯狂的找，然后我还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下，然后看看等会儿能不能上来这样子。然后我一看这个灯灭了，我赶快去按一下，它就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对，那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哎，那你刚刚想说啥呀？其实也没有想说什么，就是你介绍自己的时候，我说那个音乐流量来就是冲上变现营收嘛，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就以前没有听到过的方法，因为之前也看很多博主说怎么样去快速冲到1000啊怎么样，然后我发觉你这个邪修还是挺给力的。对，而且你要知道吗，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在冲到那个就是4000播放小时之前，哪怕是花了10年的时间，每年都是3999，然后那之前的收入不会有1分钱给你的，只有是说从达到他那个 YPP 之后，然后你哪怕是那个几年前的视频啊，什么时候的视频看了之后，那才会有开始那个计费。对，但是你要做那个音乐的话，就是反正我挺喜欢嘛，就我也有很多喜欢的音乐，然后所以他那个音乐就是他不会禁止你的频道，但是就是说他只会告诉你这个版权是别人的了，营收是别人的。对，有一些日本的音乐，估计他们跟那个约束没有谈妥嘛，所以那些的话有可能是全球禁播的，它对频道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你做了之后，或者说就是在很多国家都看不了，所以说我们要弄的话，最好就是比如像邓丽君的一些老歌，因为老歌的话，通常有很多人他有集体的投射，有那种共同的记忆嘛。对，我对音乐这方面真的知道很少，
但是我最近才发觉。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